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呢，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概念啊，也是咱们目前医学上这个用药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大类药物啊。大家几乎没有谁说没听说过或者没有亲身用过这个药哈。我相信咱们可能都用过抗生素，但是呢，具体的比如说抗生素分多少种类，然后咱们在某一些感染是吧，怎么样选择抗生素啊，以及这个抗生素和其他的一些概念之间，比如说抗病毒药啊、抗真菌药啊，有没有区别啊？那么今天呢，就是做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概述啊。我相信呢，这个对于咱们一些基础对于了解这个抗生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有兴趣的好，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抗生素，它的英文是 antibiotics 就是抗生素。那么具体到底抗生素指的是什么？其实更准确的说，它其实是抗细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 antibiotics 不是真正的抗所有的这种病原微生物，而是专指是抗细菌也就是 bacteria 主要是抗细菌。那么至于说病毒，我们抗病毒的叫什么？不叫抗生素叫 antivirals 抗病毒药。抗真菌的呢，我们也不叫抗生素我们叫 antifungals 叫抗真菌药。那么包括像寄生虫有一些寄生虫我们要去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有蛔虫是吧？这些什么蛲虫这些我们用的叫 antiparasitic 这个抗寄生虫药。所以呢，从概念上，我们首先要知道抗生素不是说抗所有的病原微生物抗生素呢，其实是更加专注于抗细菌就是抗这种由于细菌引起的我们某一种疾病是干这个用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分几个不同的大类别从一个整体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抗生素它到底是怎么个分类方法，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其实抗生素呢，它分很多不同的大类当然每一个大类中间又分不同的这种亚类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叫贝塔内酰胺类抗生素，它呢主要是通过抑制细菌这个细胞壁这个合成来发挥它的作用的。那么这个贝塔内酰胺类其实就包括了很多亚类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最著名的抗生素之一青霉素那么青霉素 penicillins 其实是一大类药物，它也不是说只有一个青霉素那么当然代表药物就是青霉素了我们说过去有青霉素 G 和青霉素 V 这个还有一些药物虽然不叫青霉素，但是和青霉素是一类的，也就是说它在化学结构上相对都比较接近而且也都是通过这个抑制细胞壁合成来发挥作用。那么其中我们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第一个就是什么阿莫西林amoxicillin 阿莫西林这个药呢就属于青霉素类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口服药这最多是口服的。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后边这个叫阿莫西林克拉维酸augmentin 它就加了一个什么呢？贝塔内酰胺酶抑制剂这个阿莫西林本身是抗生素，克拉维酸呢是贝塔内酰胺酶的抑制剂这个贝塔内酰胺酶呢就有可能会把咱们这个抗生素这个贝塔内酰胺可能有一些什么转化的作用然后导致它效果就减退。但是你有了这个贝塔内酰胺酶抑制剂以后呢，它的功能就会保持原状就会比较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加一个克拉维酸下面这个派拉西林和他唑巴坦也是这一样的意思前面派拉西林是个抗生素，他唑巴坦呢也是贝塔内酰胺酶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它的商品名是 Zosyn 这个。那么这几个药呢都属于青霉素类药物这个青霉素类药物大家知道，你要用的话呢，恐怕
这个皮试哈少不了，尤其是静脉啊，口服可能还好一点。那么我印象中哈，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在以前阿莫西林如果是口服剂型呢，它倒不要求你必须要做皮试啊，只是问你有没有过敏史啊。但是如果是静脉或者是什么注射这种剂型的话呢，通常都是要做过皮试的啊，以防这种发生青霉素过敏的这种危险。那么大家知道青霉素过敏有的时候轻的呢可能是个皮疹呐，有点什么这种不舒服的反应是吧？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啊，那是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么怎么抢救啊？肾上腺素啊，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啊。顺便提一句，那么青霉素类药物它的主要适应症是什么呢？上呼吸道感染啊，比如说咽炎啊、鼻窦炎呐、喉炎呐，对吧？还有链球菌啊，这个是对青霉素很敏感的一种细菌啊。链球菌通常也是引起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啊。包括有些肺炎啊，链球菌性的肺炎。那么还有什么社区获得性肺炎啊 （CAP）， 还有呢口腔的感染啊。那么如果是用到这个派拉西林他唑巴坦呢，通常意味着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啊。你像这个严重感染啊、脓毒症啊、假单胞啊这些啊，假单胞菌的感染啊，这都比较重了。那么第二个贝塔内酰胺类的药物非常著名，头孢菌素啊 ，cephalosporins 啊，头孢菌素。那么它呢，目前我们可以认为是一共是5代啊。什么叫5代啊？第一代啊是最开始出现的头孢菌素啊，这个叫 first generation 啊，然后就是 second generation 啊，一直到现在的第5代。那么总体上讲啊，为什么这个越来越更新啊？其实这个更新以后，它总体来讲还是什么抗菌谱更广啊。当然，这个广主要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方面啊加强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讲头孢1代头孢唑林，比如说这个代表药物哈，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抗革兰阴性杆菌啊。对革兰阳性球菌啊，就是革兰氏阳性的细菌，这5代都没什么问题啊。那么区别主要就在革兰阴性细菌上啊。1代呢，抗革兰阴性细菌的能力比较弱啊。随着代数增加，那么抗革兰阴性菌的这个能力逐渐的就加强。那比如说2代的头孢呋辛啊，3代头孢曲松，在头孢曲松刚出现的时候，那可以认为都是顶级的抗生素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细菌覆盖不到啊。当然呢，自然界它不会让人类这么轻易的治愈这些疾病啊，所以就出现了什么耐药菌，是吧？那么当你这个抗生素用到一定时间以后，细菌就会产生耐药性了啊，所以呢，你必须第一，严格掌握适应症，不能随便就轻易的使用这种广谱抗生素啊。第二呢，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开发新的药物啊，比那个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所谓广谱抗生素还要广谱啊。那么4代头孢比沃呢，它主要是用于重症感染啊。那么抗菌谱也是可以说非常广了啊。所谓第5代的头孢唑林呢，其实它更着重的在这个上面有点特殊哈，就是它其实更倾向于对于革兰阳性菌的这个更加广谱一些啊，其中就包括了 MSA 哈，瘿阳心鳞耐药株啊，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呢，大家其实只要知道哈，从1代到4代吧啊，是革兰氏阴性菌覆盖的越来越广啊，这么一个规律就行。另外呢，代表药物啊，1代、2代、3代这3个代表药物，我觉得应该是掌握啊，考试的几率应该很高。再有呢，最底下这一行我给写了一个叫双硫仑反应啊。双硫仑反应呢，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如果你在吃着头孢菌素的时候啊，那么你要尽可能的应该说要避免啊饮用这种含酒精的饮料啊，或者说就是喝酒啊。如果你要是吃着头孢菌素还要喝酒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双硫仑反应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致命啊，头晕呢、恶心呕吐啊，包括休克啊，真的是有可能会致命的。
这个呢，咱们在此呢就不进行太详细的介绍了啊。大家知道头孢菌素使用期间啊，不要饮酒。那么第三大类贝塔内酰胺类呢，就是什么碳氢酶烯类啊。那么这个呢，carbapenems 啊，这个碳氢酶烯类代表药物雅安培南、美罗培南啊，这个它就是说非常的广谱啊，这个也是说大家你只要知道它非常广谱就行了啊，这个基本可以覆盖所有菌群啊。那么像一些多重内药菌 ESBL 啊，重症感染败血症啊，这是非常广谱。那么我们也是轻易不要用啊，基本上是比如说其他抗生素无效尤其是在重症监护室 ICU 这一种可能就得把它拿出来了碳氢酶烯类。那么第四个呢是单环的贝塔内酰胺那么这个代表药物叫安曲南它呢主要就是针对什么革兰阴性杆菌另外对于青霉素过敏的患者可以使用安曲南呢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呢，其实适用范围相对比较少就是临床上应用好像没有特别的多因为其他抗生素种类很多不是说只有这个药它才能治革兰阴性杆菌，或者说才能用于青霉素过敏的患者那么这个在当时那个阶段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药物可以覆盖它这个抗菌谱。下面呢，第二大类氨基糖苷类，以前我们其实中文叫做氨基糖苷类这个氨基糖苷类呢，它是抑制这个细菌的蛋白合成那么代表药物氢胆霉素 gentamicin、阿米卡星阿米卡辛适应症主要是革兰阴性杆菌败血症、假单胞菌感染但是这个药当然说通俗一点，它主要适用于什么呀？胃肠道腹泻这些特别合适那么副作用大家一定要注意耳毒性、肾毒性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氢胆霉素为什么现在用的少？因为它肾毒性、耳毒性发生率会比较高和其他那些药物相比。那么一旦发生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永久的以前就比如说这个儿童青少年用完氢胆霉素，结果耳聋了或者肾功能有问题了，那么这个就很麻烦是吧？你后期怎么办呢？它很多的时候是无法去逆转的这种影响所以这个要慎重。那么第三个大类大环内酯类macrolide 大环内酯类代表药物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其实还有一个红霉素那么这个它的适应症呢，非典型肺炎那么这个非典型肺炎其实主要指的是什么呀？支原体、衣原体感染这个还和咱们所谓口头说的什么非典还不是一个东西非典那是什么 SARS 病毒但是呢，非典型肺炎其实主要指的是支原体、衣原体那么用这个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比较合适包括社区获得性肺炎包括上呼吸道感染那么其实这就是说对青霉素过敏的肺炎患者，你用这个就很合适就不是说像刚才说非得选阿曲南那个安曲南那么下一类喹诺酮类也是非常重要喹诺酮类代表药物第一个左氧氟沙星levofloxacin 第二个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那么像这个第二个环丙沙星，其实很多时候就简写为什么 cipro 前5个字母。那么它的适应症呢，大家看主要是什么？胃肠道泌尿系当然肺炎也行但是其实首选的适应症是什么？还是胃肠道和泌尿系感染喹诺酮类，也就是说这个各种沙星主要用于什么？就是肺以下的这是最主要的指征就是腹部的、胃肠道的是吧？包括这个膀胱尿道这些感染那么它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容易有肌腱断裂用这个药要注意它有可能导致你的肌腱断裂，比如说跟腱会断裂的。那么导致心电图有一个改变 ，QT 间期延长那么对于孕妇和儿童来讲要慎用所以一般来讲，比如说未成年10岁12岁尽量不要用
那么对于孕妇来讲也是。那么下一个四环素类四环素类呢 ，tetracyclines，代表药物多烯环素doxycycline。那么其实过去还有一个药比较经典的老药叫四环素但是四环素呢，因为它有很多副作用，现在基本上不再用了而改用这个叫多烯环素。那么即便是多烯环素，其实它也有它相关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它主要的适应症呢，大家看痤疮、衣原体、支原体、莱姆病那么这个禁忌呢，一个是孕妇一个8岁以下儿童有什么牙齿就变黄，这满口牙都是黄的，牙齿着色。所以呢，对于四环素呢，其实现在临床上用的不太多那么再有林可酰胺类代表药物就是克林霉素clindamycin。clindamycin 其实在各种考题里边出现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大家知道它主要什么用于厌氧菌感染口腔牙科的这种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当然你说肺炎能不能用，也不是说不能用，但是呢，可能在这几个方面它的优势比较突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用这个药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有 C. diff 相关性的腹泻。如果用这个药，比如说7天10天出现了经常拉肚子这个情况，那就要小心有没有这个 C. diff 感染。这个是叫做艰难梭菌是一种肠道这种在正常菌群受抑制以后会产生的一种叫机会性感染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那么再有一个大类就是糖肽类glycopeptides 代表药物万古霉素其实大家看看这，其实每一个代表药物都是响当当的都很有名。万古霉素 vancomycin。那么它最主要的适应症 MRSA 咱们刚才提到过这个甲样心鳞耐药株的浸泡菌。那么严重的革兰阳性菌感染包括 C. diff 这个艰难梭菌这就是万古霉素最主要的几个适应症这个药呢，就一般也是不要轻易用主要有它合适的适应症可以用，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抗生素那么用这个药的时候要监测血氧浓度那么而且如果是静脉滴注的话，那么滴注时间要大于1个小时也就是说一般常用剂量比如说1克，那么你的滴注时间不要说20分钟30分钟滴完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叫不良反应就是红人综合症。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药物的严重不良反应这个全身皮肤发红甚至出现这种皮肤的这种剥脱这是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么磺胺类这也是很著名的药物就是真的是一个一个都是非常著名的磺胺类药物代表呢，其实一个是磺胺，但是磺胺呢现在用的也比较少了包括现在下边写的复方新诺明Bactrim 呢，在几十年前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很常用的药，现在它几乎很难买到了就是但是美国现在我感觉还是用的还不少复方新诺明。那么但是用这个药呢，因为涉及到磺胺类就要问有没有磺胺过敏如果有磺胺过敏史，那么就不要用了。那么它呢主要用于什么尿路感染还有什么肺孢子菌肺炎再下一类硝基米唑类代表药物甲硝唑这个甲硝唑还有一个别名中文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叫灭滴灵为什么叫灭滴灵主要针对滴虫那么滴虫呢也是一个寄生虫那么一般容易感染就是生殖系统滴虫性阴道炎是吧？滴虫性尿道炎那么甲硝唑最主要的适应症厌氧菌腹腔感染C. diff 还有阿米巴和滴虫那么这个药也是甲硝唑要注意有双硫仑反应双硫仑反应怎么样？要禁酒不能喝酒，用着甲硝唑你喝酒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双硫仑反应最后一个呋喃类呋喃类呢简单介绍一下代表药物呋喃妥因现在用的也很少了。那么这个药主要用于膀胱炎其他
你像肾脏的细菌感染、肾盂肾炎，其实都用处好像不是说非常大，主要用于膀胱炎啊。但是这个药呢，副作用也相对比较多一些啊，毒性啊各方面的不如其他那些药物安全性高啊。这个而且同时治疗膀胱炎、尿道炎，其他抗生素也都效果不错啊。所以这个呋喃类的药物用的已经是不太多了哈。那么说完刚才咱们那几个以上的这些不同的大类的抗生素哈，还是有一大类哈，抗结核药，这个不要忘了。抗结核药啊 ，antituberculosis 啊，抗结核药呢，最主要的是这四种药物被列为是抗结核的一线用药啊，分别是伊氨肼、利福平啊，这个吡嗪酰胺、乙胺丁醇。那么其中伊氨肼呢，要注意什么？它的肝毒性啊。利福平呢，要注意什么？它有可能导致你的尿液呀、眼泪呀，包括唾液、包括汗液啊，都会有什么发生这种橘黄色的这种颜色的改变啊。所以呢，不能戴隐形眼镜啊。这个穿白衬衫可能也会有影响啊。这个吡嗪酰胺、乙胺丁醇，其实这四个药啊都有肝毒性啊，大家不要认为只有伊氨肼有肝毒性啊，其实这四个药都有肝脏毒性。所以当这四个药一用，而且抗结核药大家知道要用足疗程是吧？也就是说至少半年啊，所以要密切监测有没有肝脏毒性出现。啊，肝毒性的一些表现呢，比如说胃肠道的反应啊，恶心呕吐啊，不愿意吃油的东西啊，严重一些有可能出现右上腹的疼痛啊、黄疸是吧？那么要注意啊，给病人要讲，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及时就医。那么再有一类很特殊的，这属于咱们扩展一下讲的啊，就是抗肿瘤药。那为什么抗肿瘤药搁在抗生素这里啊？其实抗肿瘤药有很多不同类的药物。那么其中啊有一类就是抗生素类的抗癌药啊，抗肿瘤药。那么比如说阿霉素啊，有时候也叫多柔比星啊。那么柔红霉素啊、表阿霉素、博莱霉素啊，这些都是这个由抗生素这一大类药物啊构成的。那么用于治疗咱们相关的这些恶性肿瘤啊。那么下面呢，给大家重点总结一下哈，这个上面讲了那么多啊，咱们考试里经常出现的是什么？第一个，肺炎用什么首选啊？头孢类的，尤其是头孢曲松啊。那么如果有青霉素过敏，我们用头孢类抗生素呢要注意，因为青霉素和头孢类抗生素之间有交叉过敏反应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就可以换成阿奇霉素啊，就是大环内酯类。那么第二个，如果是 MRSA 啊，甲氧西林耐药株的金黄色球菌感染啊，这个细菌培养出来了，那用什么万古霉素是首选啊。那么如果是泌尿系统感染 UTI 啊，用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或者是复方辛诺明啊。厌氧菌呢，主要用甲硝唑和克林霉素。当然什么地方有厌氧菌？一个是胃肠道啊，肠道的感染、肠炎是吧？那么另外一个口腔啊，这都是厌氧菌比较爱出现的地方。这个重症感染，碳氢霉烯类啊，什么这个美罗培南是吧？这个青霉素过敏的啊，选用大环内酯类或者是氨聚南啊。当然其他的类别也可以啊，就是看具体是什么部位。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抗生素呢，我们就简介到这儿啊。那么有各种问题呢，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发邮件啊。谢谢各位的观看啊，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